三元宇宙，杰弗里·斯科特·弗莱舍，三元科学。我将以约翰尼斯·开普勒、艾萨克·牛顿爵士和尼古拉·特斯拉的科学为基础，创造一门名为三位一体科学的新科学。我是杰弗里·斯科特·弗莱舍。我和开普勒、牛顿、特斯拉一样，都是一级自闭症谱系障碍，这也是我理解他们的原因。或者说，因为我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，在 SFOL 机械测试中获得了99%的成绩，这意味着我的智商非常高，这是一种常见的高功能自闭症。我擅长掩饰、欺骗所有人，让他们以为我没有自闭症，甚至我自己也是如此。直到2000年1月14日，也就是我39岁生日那天，我父亲告诉我，我们家有自闭症。牛顿出生于1642年12月25日。采用的是儒略历，而儒略历只有军队使用。公历把出生日期改为1月4日，然后又减去10天，变成了1月14日，也就是埃德蒙·哈雷1742年去世的那一天。牛顿计算出时间的终结是2061年1月14日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证明，我们的磁场强度每世纪衰减约 5%， 这就是日历被重置为0的原因。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证明开普勒、牛顿、特斯拉和摩西五经或圣经是正确的，而阿尔伯特、爱因斯坦和宗教是错误的。人们对他们撒谎，所以我要纠正这些谎言。三位一体科学建立在牛顿科学的基础上，并没有改变它。艾萨克·牛顿爵士指出，光是静态的，因为它没有加速度。因此，我不会引用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的科学。他认为光是动态的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宗教教导说，神并非物质存在，或仅以精神形式存在，这与已无黑暗之光存在的上帝不同。牛顿相信上帝，但不相信神，因为他在所有方程式中都说上帝是引力，这证明了上帝就是引力。引力并不复杂，也不难理解。我将使用2个数学公式，第一个是牛顿的 F 等于 ma。其中 F 是引力，用物质质量 m 乘以其加速度表示，这意味着 E 等于 ma 平方。E 是引力中的能量乘以其加速度的平方。请注意，爱因斯坦剽窃了这个公式，将改为 c， 其中 c 是光速常数，意味着动态光具有加速度。光速是宇宙向各个方向运动的速度。第2个公式是正1加负1等于0，这是光的真理方程式和公式。你必须画出这个公式的图表才能理解它。我们把1放在上面，负1放在下面，0放在中间，它们相等。这种状态被称为三位一体。物质有3种逻辑状态：正1即固体，负1即半固体，以及0即不可见的。这就是电，它能发光，证明它就是上帝。牛顿称之为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构成了大自然的灵魂。教会承认将大自然视为异教信仰，并加入了基督。牛顿证明了这一点，因此他不容置疑，360年来一直无人质疑。牛顿证明，如果将白光照射到3面棱镜中，您将看到它称之为黑暗的彩虹色，但不是黑色或白色，也不是灰色。空间中的维度包括宽度、深度和高度，构成3D。空间中有正维度和负维度，因此有正 3D 或立体 3D 和负 3D 或半立体 3D。时间针1到5描述了交流电或交流电压的一个完整周期。0维空间证明光是静态的，因为它没有传播的维度。三元光有3种：光明、黑暗和虚空。光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黑暗是我们没有光就看不到的。比如宇宙射线，虚空意味着该空间中没有光明或黑暗。原子中有光明和黑暗，要证明这一点，只需分裂一个原子即可。电产生光，上帝是光明并控制黑暗。写于4世纪之前的托拉艺术品包含这个公式。原子由3种物质组成：中微子、光和暗。作为证明，你可以摧毁一个原子，然后用中微子探测器探测离开它的中微子。光明和黑暗没有质量，但中微子粒子有质量，因此中微子就是质量。
当我们从0维进入3维时，原子必须穿越空间的第1维和第2维。第4维及更高维度只是对3维的一个视角，而不是空间维度。你可以摧毁一个原子，但不能摧毁能量，也就是它内部的光明和黑暗。这证明质量就是离开被摧毁原子的中微子。上帝是构成光明和黑暗的能量。极性由中微子的外部决定，但中微子本身没有极性，是中性的。在上图中，从0维的时间真意开始，中微子坍缩并变得不可见，这就是我们能看到光的原因。它的频率决定了光的颜色。朝向天堂，我们有正能量或北方；当我们前往负能量或南方时，我们会沿着与正能量相反的方向进行，将中微子从内而外翻转，从而反转其极性。这证明了原子就是上帝，以及上帝是如何创造宇宙的。引力是正原子北极对负原子南极的吸引力，证明引力很简单，并非复杂的概念。我将通过例子向你展示引力在宇宙中是如何运作的。宇宙以我们想象的光速的恒定速度向各个方向运动，但光的速度并非恒定的。先从银河系说起，银河系有一个3元引擎，它是一个大原子，这意味着它比亚原子的单个原子更大。如果我们取一个光子并用中微子粒子覆盖它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原子。但如果我们取2个或多个光子并进行同样的操作，我们就得到了3元引擎。看这张图，我们可以看到电子绕着地面旋转。Y 轴是正轴，也就是北轴 ；Z 轴是负轴，也就是南轴 ；X 轴是地面。如果我们从2维侧面来看，它是一种电波形。时间等于一频率。光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，等于距离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波形计算时间和距离。这证明了上帝是牛顿所有计算中引力和能量的来源。这也证明了托拉和圣经是正确的，而那些不理解这一概念的人所信奉的宗教或对托拉的解读是错误的。原子内部的光与暗是静止的，它们在宇宙中不会移动，所以宇宙会将它们拖向它们行进的方向。这一过程适用于所有原子和3元引擎，如星系、恒星、行星和卫星。行星或卫星上的物体随之移动。当星系或太阳形成时，它有一个正轴或北轴和负轴或南轴，这决定了物体最初的轨道方向。所有物体都会反转极性，但不会反转方向。这使得绕轨道运行的物体要么排斥它，要么吸引它。如果它没有反转极性，引力就会捕获或释放它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太阳绕星系运行。像所有原子一样，太阳以螺旋运动运行，星系的轴为正或负，极北或南。银河系平面为0或地面，恒星从0上升到正，再回到0，然后再到负。天狼星是一颗双星，创造了一个24小时的一天。银盘平面上存在一颗暗星，它有几颗伴星，使这些恒星保持在轨道上。要理解轨道，请参阅我的星系计算器 https://m-tower.com/galaxy-calculator。这意味着电子不是沿着导线或轨迹运动，而是围绕着它旋转。尼古拉·特斯拉说过，光就是一切，而我们是光的存在。圣经证明了特斯拉的说法是正确的，因为它证实了我们拥有上帝光的形象，也就是光以及肉身。这篇文章简要解释了引力是什么，以及引力如何运作，证明了上帝就是引力。它解释了牛顿说上帝就是引力的含义。你可以相信你想要相信的，但如果你想说牛顿错了，那就别再用他的数学了。因为如果你像爱因斯坦那样把光变成动态的，他的数学就行不通了。太阳不会燃烧氢气，它不是火，也不是核反应，它产生的是等离子体，也就是电。离心力不会产生引力，但可以放大引力。你无法反驳我的说法，因为从逻辑上讲，根据开普勒、牛顿和特斯拉的理论，这是宇宙运作的唯一方式。我们使用他们的数学，所以他们是正确的。